沈玉舟，求求你，求你带瑞儿走！阿宇身陷重围，我必须护他周全。沈玉舟，你好狠的心！重活一世，我回到了父亲替我们选夫婿那天。我们家舒儿就该配国公府的嫡子，将来承袭爵位，光耀眉头。沈玉舟确实是个难得的将才，我们舒儿将来……父亲，女儿不愿嫁。怎么了？前些日子不是还说欢喜吗？那年月峰楼上惊鸿一瞥，我以为沈玉舟是个值得托付的良人，可如今我再也不愿重蹈覆辙，因为女儿不愿抢姐姐的心上人。我和玉舟哥哥的事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贱坯子！当初念着你身世可怜，才寄在我名下养着，如今倒是和我女儿抢起夫婿来了。母亲，我没有，舒儿妹妹误会了。你竟然背着舒儿去勾搭未来的妹夫，果真是随了你那个教坊司出身的亲娘。舒儿不用担心，母亲一定为你做主。阿玉，我这辈子非你不娶。玉舟哥哥，我也只认你一人。阿宇，沈家提亲，你意下如何？父亲，女儿根本不喜欢沈玉舟。沈小将军名声在外，只有妹妹那样货真价实的嫡女才配得上，还请父亲成全妹妹。陆叔，你别以为强淡了阿玉的婚位，我就会多看你一眼。除了这将军夫人的名头，你在这沈家什么都别想得到。陆叔，签了他，我要停妻再娶。阿玉在那宫墙之内受苦，我绝不能看他继续蹉跎。沈玉舟，我是你的发妻，陆玉现在是贵妃，你疯了吗？好妹妹，多亏了你当年待嫁，我才能有今日的贵妃的位分。沈玉舟还惦记着我呢，真是难为你，活活守了10年的活口。上一世我被保护得太好，不知他这些龌龊手段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他如愿得逞。阿宇，你与沈小将军可有私？父亲明鉴，女儿清清白白，绝不敢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。整个上京城都知道，我阿姐绣的4君子独一份，沈小将军手里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帕子。逆女，我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父亲恕罪，是沈小将军，他说倾慕于我，女儿也是一时糊涂。父亲，既然姐姐与沈小将军两情相悦，这门婚事不如就成全了他们吧。舒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那是你的好姻缘，沈家雄爵世家多好的姻缘，你怎么就能拱手让人呢？沈小将军既然心系姐姐，我若强行嫁过去，岂不是成了一对怨物？我陆叔绝不委曲求全。行了行了，你去祠堂自行罚跪吧。是。母亲，舒儿想多留在您身边2年，您就成全嫡姐吧。你待她好，人家可未必成情啊。陆叔，你害得我跪在祠堂，这账我一定会和你算的。玉舟哥哥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玉儿现在有多痛苦？你快来救救玉儿吧！尚书大人，晚辈沈玉舟今日特来求娶贵府大小姐陆玉。放肆！沈玉舟，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与我二女陆叔早有婚约，如今却堂而皇之的跑来求娶长女，你把你国公府的脸面放在哪里？又将我尚书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大人息怒，晚辈自知理亏，甘愿承受任何惩罚。但晚辈与玉儿是真心相爱的，晚辈宁可背负毁约的骂名，也绝不能辜负玉儿的一片痴情。哼，玉儿空有嫡女的名分，却无实根基。你是堂堂国公府嫡子，你父母能答应吗？我沈玉舟今日在此立誓，此生非陆玉不娶，只爱陆玉一人。若有违此事，叫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家父家母那边，晚辈自会去解释。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定要给陆儿一个正妻的名分。你，还请大人相信晚辈。罢了罢了，便随了你的意吧。
多谢岳父大人成全。沈玉州，你倒是痴情，两世都爱着同一个女人。上一世你为了她将我弃如势里，害我惨死。这世事我便如了你的意，只是上一世的债，我一定要你一笔笔偿还。大小姐真是有福气啊，能嫁入国公府这样的高门大户，以后就等着享清福了。新娘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些提子话想单独跟姐姐说。妹妹，怎么来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抢了你的夫婿，又夺了你国公府嫡长媳的位置，你心里应该不会再记恨我吧？阿姐说的哪里话？你我是姐妹，血浓于水，我怎么会计较这些呢？可是沈家可是有世袭罔替的国公爵位，那可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荣华富贵。你真的就这么舍得把他拱手相让？当然舍得。妹妹，你老实告诉姐姐，你究竟喜不喜欢沈小将军？到现在还在怀疑我的动机吗？我的好姐姐。姐姐喜欢的人，我自然不会抢。只要姐姐能幸福，舒儿就开心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迎亲的队伍已经到了大门口了，姑爷正催着催妆呢。我来替姐姐盖吧。姐姐，我扶你出去。今天过后，我们的命运就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两端。姐姐，你可一定要好好享受我送你的这份大礼。不愧是天生武将世家出来的，这沈小将军当真是玉面郎君啊！是啊，上京城里不知道多少闺阁女子做梦都想嫁给他呢，真是便宜了陆家的大小姐。这副郎情妾意的样子，还真是令人作呕。玉面郎君，武将世家，实则不过是个沉迷虚伪温柔乡的废物罢了。前世我瞎了眼，才会被这副皮囊骗得粉身碎骨。舒儿，你别难过，那个教坊司出来的贱坯子是用了下作手段才抢了你的姻缘。你放心，我和你爹一定会为你千挑万选一门更好的亲事，绝不会让那个小贱人盖过你的风头权。母亲放心，您不必为我抱屈，女儿的姻缘自有定数。玉儿，慢些，当心脚下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不必多礼，贤婿一路辛苦了，快快进府用茶。玉州啊，这桩婚事老夫甚是满意，咱们两家联姻，日后在朝堂上也能互相扶持。岳父大人说的是，小婿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岳父重托。老夫昨日在朝中听闻，西北战事吃紧，边关急报频传，陛下有意指派你率领兵马出关去支援晋安王。哼，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啊！岳父大人，这小婿才刚成婚，新婚燕尔，若是此时领兵出征，只怕……上一世，沈玉州厌弃我，恨不得1年12个月全在外领兵打仗。这一世，你如愿娶了心爱之人，沉溺在这温柔乡里，真舍得在这个节骨眼去搏命吗？父亲，将军才刚娶了女儿，您怎么忍心让他去那苦寒之地受罪吗？岳父大人，支援晋安王之事，我一知此事机会难得，但还是容小婿思考几日。
姐姐，你可不知道，你出嫁这2天，我这院子里冷清了许多，我整日盼着你回门呢。尚书府嫡女又如何？如今也要对我这个养女摆出一张笑脸。妹妹若是想我，我以后常回来陪你便是了。如今我已是将军夫人，自然不会忘了妹妹的好。那太好了。是啊，以后沈将军出去打仗了，姐姐一个人在国公府无聊，正好可以搬回来与我同住。将军他未必会去。姐姐，你可别掉以轻心啊！我听说那西北苦寒，但却多的是异域风情的美人。陆羽当初是耍了手段才让沈玉舟爱上自己的，如今啊，可是心里虚得很。妹妹，玉舟这要是一走，去个1年半载，我这刚成婚，实在是不舍。可有什么办法？要我说呀，打仗的事儿能推就推了吧。沈家也不缺这点军功，可我听父亲和公爹的意思，还是希望豫州能出兵西北的。那姐姐日后跟守活寡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男人家的事情，我一个妇人又能说什么呢？这又何难？姐姐冰雪聪明，自然有办法留住姐夫的心。我不准你去，你若是去了，刀剑无益，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活？玉儿，这是军令，我也是为了咱们沈家的门楣。我不管，你要是走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好，我不去了，我这就去称病。妇人之见，简直是妇人之见！这世袭罔替的勋爵虽好，但倘若没有军功傍身，也只是虚名。鱼儿怎会如此糊涂？不行，我得去沈家一趟，好好劝劝豫州，可不能被一介妇人阻了前程。老爷，沈家那边传来消息，沈小将军已经上书称病，推脱了出兵之责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位小将军被老婆吓得连战场都不敢上了。可不是嘛，堂堂将门之后，竟然成了一个妻管严。果然陆羽一哭二闹三上天，就引得他心软妥协。上辈子真是看错他了。这么一折腾，出兵另换其人，在陆羽的搅和之下，沈豫州就这样成了整日在家妻管严的小将军。没想到这位沈小将军竟是这样胸无大志之人，当初幸好你没嫁过去。沈豫州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了。他只爱浮于表面的虚华，被那些伪装的温柔乡所迷惑，烂泥终究是扶不上墙。这焰我怎么这么烫？你想烫死我，还是烫死我肚子里的沈家嫡孙？少夫人息怒，奴婢知错了。玉儿，你又在闹什么？大夫说了，你怀孕需要静养。我闹？你在家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就看着这帮下人欺负我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沈豫州，你长本事了，我现在就回娘家。没想到还有这等闹剧看，沈豫州可还是真是痴情呢。不过算算日子，上一世那位名满天下的晋安王也该快回京了。妹妹，你瞧，豫州哥哥心里还是放不下我，这不没2天就上门了。姐姐真是好福气。豫州，如今时局动荡，你手中无兵权，将来朝堂论功绩封赏便没有底气。你该为自己的前程早做打算。岳父大人教训的是，但我还是舍不得妻儿。罢了，把玉儿接回去吧，以后可别由得她任性了。是，小婿告退。好好的一个将才，怎么变成了如今的模样？我看这日头也差不多了，父亲和夫君那边应该也聊好了。妹妹，我这就走了。姐姐，慢走。沈豫州确实对你一片深情，可接下来的生死局，他该怎么撑得住呢？阿爹，夜深了，喝口汤休息一下吧。这几日看您总是愁眉不展，可是朝堂之上又出了什么大乱子？边疆将士在挨个受冻，这上京城里却还在夜夜笙歌，这朝堂是越发乌烟瘴气了。阿爹，既然朝廷如此昏暗，陛下又容不下忠臣良将，您作为百官之首，门生故事遍布天下，难道就没想过顺应天时，另寻一位能够匡扶天下的明主？舒儿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？妄议朝政，编排君王，这可是要抄家灭族、株连九族的大罪。阿爹，女儿并非妄言，只是陈述事实。如今四海不宁，民不聊生，各地藩王早已拥兵自重。你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女子，从哪儿听来这些大逆不道的混账话？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内情？到底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阿爹，没有任何人教我。其实，女儿倾慕晋安王李准，
已经很久了。荒唐！一个尚书府的千金嫡女，竟能说出这种不知廉耻的话！老爷息怒，舒儿这是怎么了？惹您发这么大火？你问问你的好女儿，她竟说她倾慕那个戍守边疆、杀人不眨眼的晋安王李准。舒儿，你疯了吗？一个戍守果寒边疆的王爷，将来有没有圣眷能活着回京都是个问题。你喜欢他，难道要远嫁去那种蛮荒之地受苦受难吗？阿娘，女儿不怕受苦，而且女儿敢断言，我绝对不会受苦的，因为他马上就要打过来了。这上京城的皇座迟早要易主。啊，逆女，你满嘴风言风语，是要拉着我整个陆家给你陪葬啊！来人，把小姐给我关进闺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放话出去，就说我陆家1个月内必定替她议亲。老爷，消消气儿吧。这一个个的，怎么都不让我省心？阿娘，您怎么来了？阿爹不是下了死命令，不准任何人靠近吗？阿娘可不怕你爹那个老顽固，不过他如今既然发了狠话，就一定会把你随便塞给一户人家草草嫁了。自从你那日退了沈家的婚事后，阿娘就觉得你和以前那个柔弱的舒儿不一样了，所以阿娘相信你有你自己的主意。阿娘，是女儿不孝，让您担惊受怕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阿娘给你准备了充足的盘缠，后门的马车和可靠的车夫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既然认定了那条路，就快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此去蓝关，路途遥远，可一定要万分小心啊！母亲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阿娘，保重！蓝关胡寒，路途险恶，可我没有退路。若是不能赶在李准起兵造反前博得他的信任，我陆家依旧逃不掉家破人亡的死局。劳烦小二哥帮我散布一个消息，上京城陆尚书家的嫡女为了逃避家族联姻，连夜出逃了。哟，一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大小姐能逃去哪儿啊？听说啊，她是为了追求真爱，她倾慕那蓝关的晋安王李准，不顾一切的一路寻夫去了。站住！什么人胆敢擅闯蓝关重地？不想活了吗？我要见晋安王。醒了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传闻果然不假，他生性多疑，贸然有流言说我爱慕于他，他一定会怀疑我。王爷明鉴，没人派小女来，小女是上京城尚书府的嫡女陆淑，真的是因为倾慕王爷才千里逃婚来的。倾慕本王远在苦寒之地，你一个养在深闺的娇小姐，倾慕本王什么？倾慕本王杀人如麻吗？不，小女曾在父亲的书房中偶然见过一幅王爷征西时的画像。上京城里，谁人不知当今圣上忌惮本王功高甚主？整个朝野上下都传本王是个青面獠牙的大魔头，何时会有本王的画像？我爹心中一直感怀王爷戍守边疆的赫赫战功，他不仅暗中让人凭着前线传来的只言片语画下王爷的英姿，甚至还偷偷收集整理了王爷历年来的战报，想要有朝一日为您立传，让天下所有百姓都知道王爷的丰功伟绩。陆尚书倒是个有骨气的老头。陆小姐也倒是有几分胆色。王爷过奖了。王爷，这玩意儿太折腾人了，俺们几个打仗在行，这打什么同心结，实在都不会弄啊。先下去，可别让人看了笑话。是。王爷，外面这是在作甚？怎得如此热闹？方才陆大小姐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对本王倾慕已久，非本王不嫁吗？怎么，你那点虚伪的倾慕，这么快就不作数了？王爷说笑了，我陆叔说出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。我说过要嫁你，当然作数，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，
我也绝不退半步。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！委屈你了。王爷不必挂怀，我知道这已是边疆最好的排场。800里加急，送去上京城，就说本王已与陆尚书嫡女大婚。是。等折子一到，整个大营都会知道，我陆叔不顾世俗，千里寻夫嫁给了戍边的晋安王。新婚之夜，要王妃与我一同看着沙盘。王妃心中心可有怨。王爷是心怀天下之人，我知王爷心中的苦恼。王妃此言何意？上一世不是在上京城时，我是被父母捧在手心的闺阁小姐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那时候我以为天下最大的烦恼不过是宅院里的算计，不过是夫君爱与不爱。可这一路行来，我才亲眼看到，除去那座金碧辉煌的上京城外，这个天下早已千疮百孔，恶殍遍野。若不是王爷您带着这10万将士，在这苦寒的蓝关戍守10年，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匈奴的铁蹄，恐怕中原大地早已沦为一片焦土。可饶是如此，朝廷不仅不感恩，还要克扣军饷，削减军费，恨不得将这满营忠骨置于死地。有人当不好这天下共主，就该让有能力的人来当。妾身陆叔愿追随晋安王，拨乱反正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王妃一个闺阁女子，竟有如此见识，着实令本王意外。不曾想，本王竟然娶了个军师吗？王爷说笑了，这只是妾身的拙见罢了。蓝关的天不比上京，夜里风凉，去添件衣服吧。好，终于是成功取信他了。这声关心比一切承诺都让人踏实。晋安王李准私娶朝臣之女，无视朝廷法度，有失体统。陛下口谕，命尔等即刻回京复命，若敢抗旨，便以谋逆论处。晋安王，接旨吧。你这厮欺人太甚！你想干什么？这是要造反吗？知道了，本王3日后便启程回京。王爷，不能回去啊！这分明是皇帝老儿摆下的鸿门宴。是啊，王爷，您这一回去就是自投罗网，九死一生。此事容本王思量一二。王妃，回京之事你怎么看？皇帝既然下旨召我们回去，我们就光明正大的回去，正好借此机会探一探朝堂的虚实，看看哪些人是死忠于皇帝的，哪些人是可以被我们拉拢的。更何况，此时我们师出无名，切不可有起兵的念头。此行危险与机遇并存，但我相信王爷的实力，也相信我们能够全身而退。好，那本王就陪王妃冒一次险，3日后我们就启程回京。王爷，进宫之前，我想先回家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探一探我爹的口风。舒儿，受苦了吧？这一路去蓝关，风沙那么大，你看你都瘦了。那晋安王可有好好待你？阿娘，别哭，女儿自然是没有受苦的。王爷他待我极好。那便好。只是父亲那边还是不愿意见我吗？你爹是个老顽固，在气头上，谁说也不听。不过我听你爹说，你们私自成婚，皇帝异常恼怒，他日入宫面圣，可一定要谨言慎行啊。阿爹不肯出面，难道是察觉到了什么？李准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何罪之有。不知何罪之有？你戍守边关，拥兵自重，还屡屡向朕索要军费，如今更是未经朕的允许，擅自私娶陆尚书之女。你将朝廷发法置于何地？将朕置于何地？实在是蓝关苦寒，粮食稀少，臣才屡屡上奏朝廷，希望能增加军费。至于臣与陆氏实施两情相悦，还请陛下一派胡言。看你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两情相悦，你是心怀不轨。你自恃功高，不把朕放在眼里，如今更是妄图勾结朝中的势力，结党营私，图谋造反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放肆！
来人，这个混账给朕拖下去，重打20军滚！陛下息怒，还请陛下念在王爷有功于社稷的份上，饶他这一次。千错万错，都是小女的错。陛下责罚臣，臣无话可说。但臣妻无罪，朕念在陆尚书乃两朝元老，这次就不为难你了。王公公，把王妃带出宫吧。王妃，这就走吧。李准护我之时，偷偷把虎符塞给了我。他自知此次皇帝朝堂突然发难，定是难以脱身，所以把希望寄托给了我。阿爹，陛下还是起了杀心，动手了。王爷在宫中生死未卜，他暗中把虎符给了我，让女儿去城外调兵。事到如今，唯有殊死一搏了。阿爹，求您助我一臂之力，掩护我出城。舒儿，你可明白，我陆家世代簪绫，声名赫赫，为父更是为官30年，兢兢业业，不曾犯错。此番一旦失败，我陆家将万劫不复。是女儿不孝，让父亲为难至此。可如今这朝堂乌烟瘴气，女儿相信唯有改天换地，才能一扫抠鼻。舒儿，如今真是变得为父也不认识了。我已经将几个庄子上的小厮和车马都叫了过来，人都等在外面了。多谢父亲，请父亲放心，女儿绝不会让咱们陆家陷入险境的。另外，我还联络了几个对皇帝不满的大臣，他们都愿意暗中相助。辛苦父亲筹谋，那事不宜迟，女儿这就走了。去吧。此番回京，着实没想到皇帝真真切切动了杀心。还好李准上京，偷偷带了5000精兵，藏在山林里，加上父亲那边的助力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打出清君侧和营救王爷的名号起兵了。王妃，您怎么一个人来了？王爷呢？王爷怎么样了？王爷有难，快召集兵马。是。王爷被昏君困在皇宫，危在旦夕。昏君欺人太甚，王爷为大业立下汗马功劳，他竟下此毒手，跟他们拼了，救出王爷！诸位将士，王爷待你们如何？王爷与我等同吃同住，视我等为手足，恩重如山。王爷待我们恩重如山。那今日我们便出兵上京，踏平皇宫，营救王爷。尔等可愿意随我？全军听令，出发！竟然是他！陆叔，你可知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这是要起兵造反吗？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！居然正好是沈玉州值守城门，那前世的仇也正好该算算。陆叔，我念着你是阿谀的妹妹，今日可以放你一马。只要你即刻放下武器，这谋逆的罪过就能全推到晋安王那个反贼头上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客气。沈玉州，陆瑜怀孕之后，你鲜少去军营训练，如今还握得稳剑吗？射！全军听令，进攻，踏平城门！顶住！给我顶住！退后者斩！这一切乃抵你上一世对我的亏欠。
留下一队人看押俘虏，其余人随我杀入皇宫。晋安王在哪儿？说。晋安王被陛下关在那边的偏殿里。李准，你千万不能死，等我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果然，我没有看错人。这一世，我的出现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变数。本来他应该亲自带兵踏平上京城。哭什么？如今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吗？如今天下易主，明君即兴。你们这两个乱臣贼子，居然真的敢谋反！陛下，你昏庸无道，残害忠良，克扣戍边将士的粮饷，搞得这天下民不聊生。这天下早该易主了，把他带下去吧。是。陆叔，虽然我一开始怀疑过你的动机，一个闺阁女子从上京城来蓝关巡抚本就很奇怪，可当新婚之夜那次沙盘夜谈之后，我就相信你心中也有天下。吉时已到，新皇登基，改元永熙，大赦天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！别怕，有朕在，天下再也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。如今我是皇后，我要和李准一起并肩扫平这乱世，治理好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，让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太平安稳的好日子。上衣局的开支这个月超了30%，把多余的布料退回去。另外，后宫不需要这么多人伺候，到了年纪的宫女发足盘金，恩准出宫。奴婢遵旨。舒儿，阿娘，您怎么进宫来了？阿娘来看看你，如今后宫被你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我的舒儿真的长大了，现在都能独当一面了。这都是应该的，身为皇后，打理好后宫，不让陛下分心，是我的职责。而且我还在宫中设立了女学。你能有这份悲悯之心，是天下之福。阿娘这次来还有一事，那沈家被陛下削去了兵权，如今只留了个空爵位。陆羽整日上门来哭哭啼啼的，这事儿啊，他8成还会求到你的头上，你可得心里有个数啊。阿娘放心，此事我心中自有成寸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沈玉州虽然犯下大错，但他毕竟是将门之后，熟读兵法。如今北疆战事吃紧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不如让他前往北疆戍边，戴罪立功。准奏，传旨，命沈玉州不日启程，前往北疆，无诏不得回京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！北疆那是人丹的地方吗？那么苦寒，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受得了？沈玉州，事到如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真的要带我去那个鬼地方吃沙子吗？不然呢？这是陛下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？抗旨就是死罪！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去！我当初嫁给你是为了享福的，不是为了去受罪的。沈玉州，你，妹妹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帮帮我吧！我真的不想去北疆那个苦寒之地，你去跟陛下求求情，收回成命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！姐姐，这可是你自找。兵变那日，沈渝州带兵守城，陛下很是不喜，所以削去了沈家兵权。如今远处边疆，正是将功补过之际，是对沈家的恩典，如何能收回成命？可是，况且这夫君是姐姐亲自选的，是苦是福，姐姐都得受着，不是吗？所以啊，事到如今，求我也是无用的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跟着去北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和离。既如此，那姐姐就告辞了。如今沈家没了权势，
这就要完全抛弃了吗？我的好姐姐，可真是无情啊！我口渴了，你去给我沏一杯茶水来。是，少夫人。少夫人摔倒了！大夫，我夫人的身体如何？孩子保住了吗？沈公子节哀，夫人摔得太重，老朽无能为力。那未出世的胎儿已经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摔倒？你到底和阿鱼说了什么？他从你那里回来就郁郁寡欢，如今更是连孩子都没了。沈将军，看清楚你面前站的是谁。本宫乃当朝皇后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责问本宫？阿鱼心善，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被吓到，皇后定是说了什么，才害得她心神不宁小产。真是无理取闹！本宫那日在城门下就该一剑直接刺穿你的喉咙。阿鱼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辛苦妹妹过来看我，玉州，你别怪妹妹，都是我的错。阿鱼，这不怪你，是个意外。是我没保护好我们的孩子，我还有什么颜面留在沈家？真是豪横的心，为了不跟着去北疆受苦，居然苦心策划了这一场流产。玉州哥哥，事已至此，你我还是和离吧。阿鱼，你说什么？孩子没了，我也很心痛，可我们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，为什么要和离？我不能再拖累你了，你马上就要去北疆戍边了，那里苦寒无比。我如今这副残破的身子，跟着你只会成为你的负担。不，我不怕拖累。我也不想看着你这么难受，可除了和离，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法子来谢罪。既然姐姐如此深明大义，处处为沈小将军着想，将军还是同意了吧？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戏，我看得很过瘾。不枉我专程跑这一趟。沈玉州啊，沈玉州，你上一世负了，这一世也该尝尝被人像破布一样抛弃的滋味了。这陆瑜啊，说什么都要和离，生生闹了好几天，连你爹都上门跪劝，结果陆瑜还是铁了心要离开。沈玉州着实爱他，最后还是选择了成全。陆瑜的心思和他娘一模一样，就是生了做司罗的心，只想着攀高枝。我知道，他看中沈玉州的不过是他身后的军功荣耀罢了。我明日就要启程戍边了，你出来见我一面好不好？就一面，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。沈公子，您就别跪了。大小姐说了，她和您已经恩断义绝，生死永不复见。我不信，阿玉不会这么绝情的。你让她出来亲口对我说。爱一个人爱到如此卑微，毫无底线，真是可悲啊。不过上一世的我，不也是这样被他们践踏的吗？你若是觉得朕对他责罚的太过，沈一舟其实也可留在上京，做个闲散侯爷。毕竟，他曾经也算是一代天骄。陛下多虑了，沈家戍边已成定局。若是此时一时心软，反倒会酿成大祸，让天下人非议陛下法度不严。我就知道，我的皇后从来都不是个心慈手软的妇道年纪。把那盆最名贵的位子搬到我房里去，你们这些下人手脚麻利点。你看他那副嚣张的样子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将军夫人呢。切，什么将军夫人，如今啊，只是个弃妇罢了。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可是当今皇后的亲姐姐，你们敢编排我，信不信我让皇后娘娘撕烂你们的嘴？哟，拿皇后娘娘压我们呢？谁不知道皇后娘娘根本懒得搭理你？凭什么陆氏能当高高在上的皇后，而我却要在这里受人嘲笑？既然沈一舟不行了，那我就给自己找个天下最尊贵的男人，李准后宫空虚，只要我能进宫，皇后之位也未尝不能是我的。舒儿，你听听外面传的那些混账话，那个陆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打着探望你的名义，他3天2头往宫里跑。明眼人谁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一个声名狼藉的和离妇，竟然也敢觊觎皇后的位置，简直是丢尽了我们陆家的脸。阿娘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我能不气吗？他这是又要和你抢男人啊！你就不怕他真用什么手段迷了陛下的眼？阿娘太高估他了，也太小看陛下了。
李准可不是沈玉州那种只看皮囊的蠢货，陆羽想勾引他，无异于自取其辱。蓝关那边的军费筹得怎么样了？北疆的防线急需加固。这是臣妾昨日重新核算的国库账目，加上前些日子抄了2个贪官的家，如今应该是够了。好，如此甚好。臣女陆瑜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你为何来此？陛下，臣女新学了一首长相思曲，听闻陛下近日操劳国事，臣女愿为陛下弹奏一曲，以助雅兴，缓解疲劳。不必了，朕没有这方面的爱好，而且后宫重地，闲杂人等还是不要随意入内了。朕还要和皇后讨论国事，你还是先退下吧。既如此，那臣女就告退了。他到现在还不明白，李准要的是能与他并肩作战、治理天下的执旗者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吟风弄月、搔首弄姿的花瓶。这陆瑜安分了没几日，又求着你爹帮他寻一门好亲事，可如今这上京城哪还有好人家要他？当初与沈家和离，如今连个接手的人都没有，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。阿姐的婚事不必着急，我已为她物色好了人选。谁家的好儿郎愿意娶她？她如今可是个和离之身，名声也不大好啊。永城侯府家的二公，那可是出了名的浪荡子，陆瑜真会愿意？浪荡子又如何？阿姐不是最看重荣华富贵吗？永城侯府家世显赫，她嫁过去就是名正言顺的侯夫人，这不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吗？她根本不在乎丈夫是什么样的人，只在乎的是那荣华富贵和地位权势。姐姐，希望这往后的日子如你所愿，你就守着侯夫人的名头，斗小妾，好干你这辈子。妹妹，终究是我的命，没有你好。800里加急送往北疆。是。这样大喜的事情，我想沈玉州应该第一时间知道。他心心念念的结发妻子，如今已经是别人的侯夫人了。至于陆瑜，我给过他选择的机会了，可他仍旧愿意跳入这深闺火坑之中，那便无人能救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侯府的大夫人吗？怎么走路这么不小心啊？柳氏，你以下犯上，眼里还有没有尊卑？尊卑？你一个2家过来的弃妇，也配跟我讲尊卑？侯爷说了，如果不是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谁愿意娶你？他现在天天在秦楼楚馆寻欢作乐，连府门都懒得进，谁还记得有你这么个夫人？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整个侯府谁不知道，侯爷连你的房门都没踏过一步，你守活寡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皇后娘娘，妹妹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侯府那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夫君天天浪荡在外，婆婆不喜我，甚至连那小妾不把我放在眼里。阿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永城侯府家大业大，你也是名正言顺的侯夫人，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怎么如今倒是后悔了？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了，妹妹，求你下一道懿旨，让我和离吧，我要回陆家。和离？阿姐当婚姻是儿戏吗？如今这门亲事可是你自己点头答应，并由本宫亲下懿旨敲定的，如何能够再和离？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这苦果你就是嚼碎了咽着血也得给我吞下去。送客。皇后，陛下何事如此欣喜？沈玉州在北疆英勇杀敌，阵斩敌将，大破敌军，立下了大功。他毕竟是将门之后，沈家世代忠良，骨子里还是有血性的，只是从前被儿女情长蒙蔽了双眼，成了个废物。舒儿说的对，
经历了大起大落，他总算是像个男人了。到了北疆这古寒之地，也确实历练出几分骨气来了。朕这次定会重赏于他。不过，沈玉州还有一封信要带给永城侯夫人，这就劳烦皇后去办了。是，沈玉州啊，沈玉州，念在你为国出力的份上，我就成全了你这份深情。只是，陆瑜还会不会接受你这份深情呢？王公公，皇后娘娘万安。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永城侯夫人。是。侯夫人，这是沈将军从北疆托娘娘转家的信。沈将军说，若夫人在上京过得不快，可去北疆寻他，他会一直等您。去北疆，去那个赤峰夜叉的鬼地方，我才不去！他有什么资格让我去投奔他？我现在是侯夫人，我是侯夫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上京城。何事慌慌张张？是又有敌国犯边？回娘娘，是沈玉州沈将军战死了。战死？边塞本就寒，加上他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，身子骨大不如前，在一次两军交战中被敌军偷袭，一刀斩于马下。上一世他风光霁月，让我误了终生；这一世他执迷不悟，终究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。既然沈家无后，那这世袭罔帝的爵位就不必再传下去了。收回沈家爵位，后代沈家其他家眷赐些金银，让他们安度余生吧。奴才遵旨。沈玉州，你这一生究竟图什么？为了一份虚假的温存，葬送了家族，葬送了自己。其实你也是个可怜人，只是爱错了人。还在想沈玉州的事？我只是觉得有些世事无常。他是求人得人，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如今恩怨已尽，不许你再为别的男人伤神了。臣妾只是感慨一下，陛下这飞醋吃的也太没道理了。朕不是吃醋，朕是心疼你。都过去了，舒儿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都过去了。上一世的恩怨情仇，终于彻底画上了句号。